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我身后这里就是沙湖口，听名字大家感觉是不是杀老虎的地方？其实啊，不是，这里是以前山西人走西口的地方，同时呢，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口。现在这里啊是山西和内蒙古的交界地方，从这里出去呢就是内蒙古大草原了，离呼和浩特也才差不多100公里，1个半小时。这就是沙湖口的城墙。以前呢，这里是有长城的，后面经过复建成这个样子。沙湖口其实是从清朝康熙时期叫的名字，那以前在明朝的时候是叫做沙湖口。大家都知道，明朝朱元璋一统天下之后，但是呢，元朝的那个残余势力啊退居草原，他们两者之间呢，经常还会打仗。那当时这里相当于是个边关，那个时候呢，元朝的那个残余势力瓦剌达达被称之胡嘛，所以那个时候叫做沙湖口。后来清朝入关之后，康熙觉得这个沙湖不太好，所以呢就改成沙湖口。漫漫西口路，深深进蒙旗，这就说的是山西人走西口，跟内蒙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现在内蒙古很多人呢，都是以前走西口过去定居下来的。这个沙湖口历史是非常悠久啊，它东边是燕山余脉，山势险恶，西边呢是黄河峡谷，绝壁悬崖。在汉朝的时候称之为参河口，隋唐时期呢已经变成关口了，叫做白狼关。宋元时期叫雅郎关，明代修筑的万里长城呢就经过这里，在明朝被称之为沙湖口。嘉靖年间呢，在这个沙湖口里面建造了一座城堡，叫做沙湖堡，就是以前走西口的人都要经过这个城堡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进去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它这个地方被誉为京都之所要，三进门户，九边总会，南北通衢。秦始皇修建的驰道，汉代的雁门古道，隋唐的定襄兵道，明代的达达贡道，包括明代后期的茶马互市，清代的西征通道，乃至其后的晋商驼道、茶道，全部都要经过这里。康熙35年，就公元1696年，康熙来过这个地方，就当时是西征噶尔丹，他就是从沙湖口出去的。在清朝的时候，这个沙湖关是全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税关之一，是全国39个长关之一，负责征收东起天正，西到陕西神木，北到包头，南到朔州的税收。因此有这样一种说法，日进斗金斗银，就说到这里每天收税非常大，非常多。当时在沙湖口税关的官员是钦差，直接归朝廷的户部直管。清代驻守在这里的将军呢是一品大员，当时整个朝廷的一品大员都没多少，所以可以想象这个沙湖口的位置多么的重要，从而有这样的称呼：南有绍兴府，北有沙湖口。这里还有长城，我们去长城看一看。来到山西呀，你长城看的非常多，不过主要是看的明长城。我们过几天在内蒙去看一看秦长城，秦始皇修建的长城，那边还有秦始皇修建的驰道，都能看得到。因为这个地方秦驰道，包括汉代的道路都要通过这个地方，所以这里才显得那么重要嘛。刚刚说了，2000多年，这里呢是屡有战事，大小战争可能有2001次，就基本上每年在这里都会发生战争。当然，现在看到这个长城应该是后期修建的。哇，这个长城宽敞啊，跟我们在西安看到那个古城墙一样的，而且这个高度呢，差不多有1.89米，那么就是很好的防御作用了。上最顶部看一看，上来看看，在上面我们就能看到远处的内蒙古草原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？一出了这个关，这外面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往前走就是我们常说的内蒙古高原、内蒙古大草原。
这里去呼和浩特也很近了，我下午应该就能到呼和浩特了。那么在明清的时候，这里是有很多士兵值守在这里的。明朝这里属于边关，而清朝就不是啊。清朝这里相当于是一个税收关口，站在这个长城上面，才真的体会到这个关口的壮观呢。看，在远处啊，还能看到很多长城那些墩子，烽火台一样的，那一块都是，因为那里等于是这样连接过来的。当然，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是重新修缮的，所以呢，在这里啊，一边是塞外，一边是关内，很有可能当时王昭君出塞啊，也是往这里路过的，因为在秦代的时候，这里已经发挥作用了。这里现在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国道啊，在这里的大货车是源源不断的北上进入内蒙，这样看长城真的是非常壮观了。如果整个长城都是这样的，那不得了，那当然是不可能的。在顶部那些长城呢，基本上是跟我们在西北看到的长城类似，是黄土夯土结构建造的。当然，在山西的话，可以看到很多长城呢是砖结构的，其实呢它是包砖，并不是里面全部都是砖。可能很多人印象里面的长城就是我身后的这种砖结构，因为大家对长城最初的印象可能就是北京八达岭这些。那其实我们所熟知的长城，大部分呢可能是夯土结构，特别是在大西北可以看到汉长城，还有明长城，这主要是由于环境时间线造成的。明长城的话，其实它建设的分为几个时期，在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之后，它并没有大规模修建长城，只是说在一些特定地方修建了一些关口长城。而到了土木堡发生之后，明朝和当时的蒙古啊，就是瓦剌达达，他的实力转换了，由攻转为守。那在这个时候呢，要阻挡蒙古骑兵南下，他就必须修建大规模的长城。在很多地方啊，修建长城，它的资金实力不够，那只能修建夯土结构，也是跟它那个当地的环境决定的。你像黄土高原或者大西北，弄这些砖肯定是不太现实的。而到了明朝中后期，特别是万历那个时候啊，有一个张居正改革，当时的国库钱粮变多了，那自然而然的钱要花出去嘛，这个九边又非常重要，于是呢就把长城进行维修，进行包砖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长城包砖的都是从明朝万历时期那个时候开始的。前方这个就是长城上面的角楼了，也可以称之为烽火台吧。在这里呢，里面是空的，一般是2层，驻扎士兵以及存放武器的。而且呢，它相对来高一点，可以看到周边的环境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以前的这个关口应该没有这么壮观，也没有这么雄伟。为什么？对比一下旁边的长城就知道了。大家看看，这就是以前的长城遗留下来的，全部是夯土结构。我们刚刚说的，这里一直过去呢，在山顶还能看到很多烽火台，但是这里转过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，因为这些可能是现在重新修缮的嘛，以前绝对没有这么壮观，这么豪华。所以说，长城并不是我们看到的只有砖结构，很多呢都是这种。在城墙下面发现一个很小的通道，非常有意思啊。这个就是明代的马市口遗址，在明朝建立初期，严禁茶铁等日用品输入到北地。蒙汉两地呢有这样的称呼，机简相同，老死不相往来。后面呢，到了明朝中后期，发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事情，隆庆议和，在沙湖口和另外一个地方开设马市，方便了边塞人民。在沙湖口马市有日不下500骑，十分繁荣。当时为了便于管理，就在长城上专门开建了一个马市口，便于马匹的检验和出入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通道，仅够1人牵马而过，所以这个通道看起来是比较小的。不过呢，这个通道在
清朝康熙时间由于发河水堵塞了。现在我们去看看那个古堡，就是以前走西口的地方，那里呢还能看到很多古道，这些就是以前的古道，全是用石头铺砌而成的。现在是往南去寻找那个古堡，按照资料记载的话，离沙湖口大概是1.5公里的距离。以前走西口，他们走的就是这条道路，从这里呢一直往北走，到达那个沙湖关，从沙湖关过去呢，就到了内蒙。不要小看这条道路啊，我们都说了，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，这条古道一直发挥了作用。特别是明朝初年，康熙还行走过这条古道。当时西征噶尔丹嘛，他走了就是这条道路。走了几分钟，终于看到城墙和城门了，看起来挺气派的。这个沙湖堡啊，它这个地方是叫做沙湖堡，在明朝刚建立的时候，同样是叫做沙湖堡，这个意思跟沙湖关是一样的。这些城墙真的是很壮观呢，高度也有10多米。这个就是城门了，以前走西口的人都是通过这里进发的，然后一些商人也是通过这里进进出出的。在这个城门下面还能看到以前的痕迹，就车马印的痕迹啊，看得非常明显。这跟我们在嘉峪关、雁门关看的一样，就证明这个古堡当年非常繁华。这个古堡自从建立之后，就是边塞重镇、商贸重镇。我们刚刚在长城上面说到了长城包砖，在这里呢看得非常明显。那这个古堡在嘉庆时期应该也进行了包砖，这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。后面可能是由于时代的关系，这些砖呢都被别人拿走了，或者是搬走了，只剩下原版的这些城墙。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走西口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走西口其实相当于是一次大规模的移民，它主要是山西、陕西、河北的一些人呢，通过走西口到内蒙讨生活，应该说是这个说法。它是从明朝中后期开始，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。我查了一些资料，说上个世纪50、60年代还有人走西口，这个不知道真假呀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走西口形式呢？其实呢，在明朝有好几次大规模移民，特别是明朝建立初期，当时呢就从山西移民了很多人出去。当时不是有这样一句话说嘛，问你老家在何处，山西洪洞大槐树。它是由于元末明初南方经历了很多战乱，人口呢急剧减少，但是山西没有受到什么影响，因为山西有吕梁山、太行山还有五台山等等，造就了它受到战乱比较小，人口呢相对来说比较众多。于是朱元璋就下令呢从山西移民出去，移到全国很多地方。这次大规模移民呢持续了将近50年到100年，从山西呢迁移出了100万人口。那到了明朝中后期，这个经过100多年的发展，人口肯定会增加嘛。那土地一是不够用，另外一个呢，山西这边黄土高原，土地是贫瘠，应该说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人。那很多人呢得寻找出路，特别是明朝那个时期已经进入到小冰河时期，环境比较恶劣，那生活就更难。于是呢，很多人就想着办法要移民，要去远方讨生活。移民的首选方式呢，就是内蒙当时的大草原，而且呢，蒙古的那些大汗他欢迎人家移民过去，因为内蒙古当时可以说地广人稀嘛，人口不多。于是呢，你只要过去的话，他给你土地，然后呢，给你油羊，给你种子等等。所以那个时期就有很多人走西口，就通过这个地方前往到内蒙。我们如果去到内蒙，还能听到一些山西人的口音，这个就是他们祖先是从山西走西口过去的。
这是走西口其中的一类人员。还有另外一种人员呢，就是晋商。在明清两朝，晋商的实力非常大，他们当时走这条道路呢，就是把中原大地的茶叶啊、纺织这些棉运送到内蒙古，然后把他那边的东西运送过来，这个是一个贸易嘛。所以走西口的话是两种人员。那么当时这些晋商也好，走西口的人也好，他们可能都会在这个古堡这里停留，在这边办手续。因为商人的话在这里要交税，而这些去移民的人，他肯定也是要办那种通关文牒等等，要不然你出不去的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古堡里面，它这个古堡呢，其实是分为好几部分的，有瓮城，还有中间通道。这些房屋已经废弃了，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造的。整个这个古堡里面现在没有住一户人家，只是在古堡的周边零零散散住了一些人。这些房屋应该也有一段历史了，不过现在也废弃了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说这个古堡最多的时候人口有将近5万，但是现在这里呢一个人都没有，可以说辉煌了300-400年，如今呢一个人都没有，成了这个样子。以前很多人走西口就是从这里出来，你看前面现在有人，我们可以比作他们现在是在走西口嘛。哇，这里过去是一条商业街，当然是现在复建的。这应该是一个学生团队来参观的。那么这里是要打造成影视城的，不过我看现在是很安静，完全是没人。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形容成走西口，估计以前的模样就是这个样子。走西口他们携的东西不会太多，我看过一个资料，就是说赶一些猪、赶一些羊，这样走西口，其他的物品很少的。这里现在是大门紧闭啊，什么都没有，而且看得出来是破破烂烂的，应该是很久没有人了。说是打造成一个基地，但是我估计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拍过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古堡的南门，也是正门。现在这里站的其实是一个瓮城，只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这个瓮城有点破损了。我们看这个古道也能看得清楚，它是转了一个弯的。一般以前的城市建造都是这种方式，瓮城是必不可少的，而且这又是在边关的一个城堡。那沙湖口和走西口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。我现在准备去内蒙。我现在这里呢，我也和大家说一下我后续的旅行计划。从这里呢，我会进入内蒙到呼和浩特，后面呢就会沿着边境自驾，一路呢去东北，会去漠河、根河、北极村、冷极村等等，还会去黑龙江，一直呢会到那个丹东、大连。这个就是后续2-3个月的出行计划。